衣为争端，直汝勿传。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能曰：向甚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吾祖说，衣钵乃是争夺的祸端，传到你手中为止，不可再传。倘若再传衣钵，必定会由此引起杀身之祸。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，恐怕有人要伤害你。慧能问：我要向什么地方去呢？吾祖说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怀是指广西怀集县，会是指广西四会县。这两句话是指点慧能大师潜修养道隐藏的处所。慧能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久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吾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，一边有一船子，祖令慧能上船，吾祖把橹自摇。慧能言：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橹？吾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能云：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复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：如是如是。以后佛法有汝大行，汝去3年，无方世事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。慧能在三更接受衣钵后说：我本是岭南中人，来此虽久，却不知此地山路，如何能走得出去而到达江口呢？吾祖说：你不必忧虑，我亲自送你去。吾祖一直送慧能到九江一边，已经预备好的船只，吾祖叫慧能上船，吾祖自己把橹来摇。慧能说：请和尚坐下，弟子应该摇橹。吾祖说：应该是我渡你。慧能说：迷时要靠师父渡，悟了以后就要自渡。渡的名词虽然一样，但是它的用处是不一样的。慧能生长在边方，说话的语音不正确，承蒙师父传授心法，今已得悟入，应该自性自度。吾祖说：如是如是。以后的佛法由于你的弘扬，将来大行于世。你去后3年，我方世事。你现在好好的去吧，努力向南方去，也不宜早出来说法，因为弘扬佛法的机缘是很难兴起的。能辞无足矣，发足南行。2月中间，至大庾岭，吾祖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只问曰：和尚少病少恼否？曰：病既无，依法已难矣。问谁人传授？曰：能者得之。众乃知焉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4品将军，性情粗糙，极易参寻，为众人先，趁机于能置下衣钵于石上，云：此衣表信，可力争也。
能隐于草莽中，慧明至，提多不动，乃唤云：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慧明作礼，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能云：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。良久，谓明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慧能辞别五祖，放开脚步往南行，走了2个多月，到达大庾岭。再说五祖回到东禅寺之后，很多天没有上堂说法，大众心中都疑惑，问五祖说：和尚少病少恼吗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五祖说：病倒是没有，依法却已经到南方去了。大众问：是什么人传授去的呢？五祖说：能者得之。大众这才知道慧能得依法已经走了。于是众中有数百人分道追逐，企图夺回衣钵。其中有一位出家人，俗姓陈，名字叫慧明。在家的时候曾经当过4品将军，性情粗鲁，积极地参与追寻，走在别人的前面。慧能大师被他追上，于是慧能将衣钵扔在石头上，说：这衣钵只是表信之物，祖祖承传，岂可用暴力争得？慧能于是躲在茅草丛中。慧明赶到之后，看见衣钵在石头上，就上来提取，但是他却拿不动，于是就叫着说：行者，行者，我是为求法而来，不是为争夺衣钵而来的，请你出来吧。于是慧能从茅草丛中走出来，盘坐在石头上。慧明先行礼，然后说：希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说：你既然是为求法而来，可以屏息诸缘，放下一切，勿生一念，我为你说。这样静默了很久，六祖告诉慧明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在此时，哪个是慧明上座的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复问云：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能云：与汝说者，既非密也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。名曰：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醒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，即慧明师也。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擅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能曰：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。慧明悟了以后，再问道：从上代祖师以来所传授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其他密意吗？六祖说：对你说就不是密意，你若依无往清净心反照，密意就在你面前。慧明说：慧明虽然在黄梅五祖会中，实未曾醒悟到自己本来面目。今日承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现在行者就是我慧明的师父。六祖说：你如果这样，
我和你同施黄梅五祖，好好的自己护持吧。”慧明又问：“慧明今后要去向什么地方呢？”六祖指示他说：“遇到地名带圆字的地方就停下来，遇到地名带蒙字的地方就定居下来。”说完，慧明恭恭敬敬地行过礼，便向六祖辞别。明回至岭下，谓称众曰：“相至崔嵬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”称众咸以为然。慧明回到山林之下，遇到追逐六祖的那些同伴，他告诉大众说：“这一条路我已经走过，没有见到慧能的踪迹，我们还是向别的方向赶快去追吧。”大众听了以后都以为然。慧明于是独自前往庐山布水台，经3年，终于在元州蒙山定居，弘化一方。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15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往，每见生命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祭煮肉锅，或问则对曰：“但吃肉边菜。”六祖来到了曲江曹溪，又被恶人追寻到了，于是就在四会县处避难于猎人队里隐藏。这样经过15年，在此期间，他也常为猎人们随机说法。猎人常叫六祖看守围捕猎兽的网，而六祖每当看到禽兽落入网中，就将它们通通放生。每当吃饭时，六祖总是将蔬菜祭煮在猎人的肉锅之中。有人就问他何必如此，六祖说：“但吃肉边菜。”一日思维，实当弘法，不可中断，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《涅盘经》。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僧云风动，一僧云翻动，议论不已。能尽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征结奥义，见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“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依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”能曰：“不敢。”宗于是执弟子礼，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。印复问曰：“黄梅副主如何指授？”能曰：“指授既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”宗曰：“何不论禅定解脱？”谓曰：“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”有一天，六祖暗自思维，时机成熟，应当弘法了，不可以老是隐迹潜居。于是就离开四会的猎人队，到达广州的法性寺，正好遇到印宗法师在讲《涅盘经》。当时有风吹动旋帆，有一位出家人说这是风动，另一个出家人说这是幡动，两个人争论不休。慧能走上前面，向他们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的心在动。”大众听了此话都非常惊异。
印宗法师将慧能迎请到座中上席，向慧能求教佛法深奥的义理。见慧能言辞简单，义理确当，并不像是从文字中来，印宗就说：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，久闻黄眉五祖的依法难来，莫非就是行者吗？慧能说不敢。印宗法师于是执弟子礼，宣布这桩事情，请慧能将祖祖相传的衣钵拿出来给大众看。印宗法师又问道：黄眉五祖付嘱依法时是如何指示传授的？慧能说：指授是没有的，只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印宗说：为何不论禅定解脱呢？慧能说：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能曰：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盘经》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及依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运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法师又问道：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呢？六祖说：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盘经》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及依禅体等，应当断善根佛性吗？佛说：善根有两种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，是故说为不断，这就是不二之法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因此名为不二之法。五蕴与18界，凡夫见之以为二，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，知道其性本来不二，无二无别之性就是佛性。在这一番问答里，六祖举例《涅盘经》的经文，向印宗法师解释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。犯四重禁是指根本戒，四种重罪就是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大妄语。做五逆罪是指杀父杀母、杀阿罗汉、恶意出佛身血、破和僧。依禅体是梵语，意思是不信佛法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业报，没有惭愧心，这样的人诸佛菩萨都无法帮助他。涅盘经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：如果犯四种根本大戒，毁谤大乘经论，造五种大逆不道的罪恶，又不信佛法的人，如是等人，要是还有佛性的话，为何还要坠地狱？这些人要是还有佛性的话，佛为何又说无常乐我净？没有善根的人叫依禅体，没有善根的人，他的佛性何以不断？佛性要是断了，为何又说常乐我净？如其不断，为何又称它为依禅体？佛陀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就以佛性非内非外，佛性非有漏非无漏，
佛性非常非无常，事故不断的道理来解答高贵德王菩萨的疑问。应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：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印宗法师听了慧能的话，心中又欢喜又敬佩，双手合十说道：我平时讲解佛经，那些言论就像是碎瓦乱石一样，粗浅平常，没有触及佛法核心，而您谈论佛法义理，却像是纯金一样珍贵透彻，直抵觉悟本性。于是未能剃发，愿是为师，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，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使君官僚、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因，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静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世圣人无别。于是印宗和尚就为慧能剃去头发，完成出家仪式，并且愿意拜慧能为师。随后慧能在菩提树下开启了东山法门。慧能接着说：我当年在东山求得佛法后，经历了无数的辛苦磨难，生命好几次都像挂在细线上一样危险。如今能和刺史大人、各位官员、僧人、尼姑以及善男信女们共同相聚在这里，这莫非是多世轮回积累的缘分，也一定是我过去生中供养过诸佛，和大家一起种下了善根，才能让我们今天共同听闻以上这些关于顿悟教法及得法因缘的讲述。这套教法是前代圣人传承下来的，并非我慧能凭借自己的智慧独创。希望听闻前代圣人教法的各位，都先让自己的内心清静下来，听完后各自消除心中的疑惑。这样一来，大家的境界就和过去的圣人没有差别了。师复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。虚假大善知识，是导见性。当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六祖告诉大众：善知识们，菩提般若的智慧，世间众生本来自己就有，只因一念妄缘，不觉心迷而不能自悟，必须借助大善知识来指导见性。应当知道，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，只因迷悟不同，所以才有愚人智人的不同。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吾为汝说。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我现在来给你们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门，意思是凭借大智慧抵达解脱彼岸的方法，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真正的智慧。
请大家专心认真地听，我来为你们说。善知识们，世上的人整天嘴里念着般若，却不认识自己本性中原本就有般若智慧。这就像只空谈食物有多美味，却不能真的填饱肚子一样。嘴里只说着空的道理，却不去体认自己的本性，哪怕经过再漫长的时间，也永远不能明见自己的佛性，终究没有一点实际益处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善知识们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文，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凭借大智慧到达解脱的彼岸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关键在于心里去践行，去体认，而不是只靠嘴巴念叨。如果只是嘴上反复念着这句话，心里却不真正去践行，不体认自己的本性，那这种念诵就像虚幻的景象、易逝的露珠、转瞬的闪电一样，都是虚假而短暂的，没有任何真实益处。要是既能嘴上念诵，心里又能切实践行，就能做到心口一致，内外相合。要知道，每个人自己的本性本身就是佛，离开自己的本性，就没有其他所谓的佛了。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，诸佛刹土，尽同虚空，是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什么叫摩诃呢？摩诃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大的意思。这里说的大，指的是觉悟后的本心容量无比广大，就像天空那样的虚空，没有边际，没有方圆大小的固定形状，没有青黄红白的具体颜色，没有上下长短的方位限制，心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欢喜，没有是，也没有非，没有善，也没有恶，更没有开头和结尾的分别，就连诸佛的国土也都和这虚空一样广大无别。其实世人本有的奇妙本性本质也是空的，不是说它什么都没有，而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没有任何一种能被牢牢抓住的实在事物，终究没有一个法是真正得到的。我们自己本性的这种真空状态，也和前面说的虚空、诸佛刹土是完全一样的。善知识，莫闻无说空，即便着空。第一，莫着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际空。善知识们，别听我讲空的道理，就立刻执着于空这个概念。首要的就是别执着于空。要是你只想着让心空无一物，枯坐着不动，那就是执着于无性空了。这种空是没有觉悟智慧的，既不明白善恶是非，也不能显发本性，根本不是佛法里面说的真正空性。
善知识，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，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们，这世界的虚空能够容纳万物的形色样貌，天上的太阳、月亮、星辰，地上的高山大河、土地原野，还有泉水源头、小溪山涧，以及草木丛林，无论是恶人还是善人，是不好的行为规范还是好的行为规范，是天堂的境界还是地狱的境界，所有的大海还有须弥山这样的各种大山，全都包含在虚空里。世人本具的本性也是这样的空。这里的空不是说本性不存在，而是像虚空一样，没有固定的局限，没有不变的自性，能包容一切善恶现象，一切身心境界，不会被任何事物束缚，就像虚空能容纳万物，却不被万物所累一样。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，是大。万法在诸人性中，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辈人，不可语语，为邪见故。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计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善知识们，自性能包含万法就是大。万法就是在诸人自性中，如果见一切人的善与恶，全都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境了了如同虚空，就称之为大。印度的梵语叫做摩诃。善知识们，迷而不悟之人，只有口头上说说而已，觉悟之智者，则在关照心行，真正的用功夫。又有一辈迷人，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什么也不思念，着于无记空，自以为这就是大。像这样一类人，不足以与他们谈论摩诃般若法门，因为他们已经坠落在邪见的缘故。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周遍法界，用时即了了分明，无有障碍，用后便感知一切圆融相继，一法即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即是一法，去来自由，心无所滞，这就是般若。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路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无弟子。善知识们，所有的般若智慧，全都是从自己的本性里生出来的，不是从外面的事物或由他人那里得来的。千万别在这一点上搞错了心思，这就叫做真性自用。意思是自己运用本有的真实本性去升起智慧，体证佛法。只要自己的本性是真实觉悟的，
由这本性延伸出的一切心念言行也都会契合真相。觉悟本性，拓展心量，达到如虚空般的包容与通透，是修行的头等大事。不能只走那些表面的无关根本的小道，比如只做形式上的修行，不触及心性本质。不要整天嘴上念叨空的道理，心里却不实际践行实自性修本性的功夫。这样的做法就像是普通老百姓自己宣称自己是国王一样，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实现觉悟。像这样的言行不一、不务实修的人，不算是我的弟子。善知识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觉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当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象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何名波罗蜜？此西国语，唐言到彼岸，解义离生灭，浊净生灭起。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流通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善知识们，什么叫般若呢？般若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是智慧。不过这不是普通的小聪明，而是让人觉悟本性，脱离烦恼的根本智慧。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候，只要每一个念头都不糊涂、不迷惑，始终依着这份觉悟智慧去思考、去做事，这就是在践行般若。要是有一个念头愚笨不明，般若智慧就像断了线一样消失。只要有一个念头清醒有智慧，般若智慧就立刻生出来了。世上的人大多糊涂迷惑，看不见自己本有的般若智慧，嘴上天天说般若，心里却总是愚笨不明，还自己宣称我在修般若，每个念头都挂着空，却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空性。其实般若没有具体的形状相貌，我们那颗能升起觉悟的智慧心本就是般若。要是能这样理解，就算是真正懂得了般若智慧。那什么叫波罗蜜呢？这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到达彼岸。要理解它的含义，关键在脱离生死烦恼。如果执着于外在的境界，比如执着于好坏、善恶、得失、苦乐，生灭不定的烦恼就会跟着起来，就像水面起了波浪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始终不安定。这样被烦恼困住的境界就叫做此岸。要是不执着于任何外在境界，生灭的烦恼就不会产生，就像河水抛开波浪，始终顺畅地流淌，永远安稳。这样脱离烦恼的境界就叫做彼岸。所以波罗蜜就是从烦恼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的意思。善知识，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有妄有非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浊净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善知识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皆从中出，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为戒定慧。善知识们，迷失本性而不觉悟之人，只知道口念，念时就已不真，已经错了。如果能念念心行觉照，才是真实不忘的真如自性。悟得此自性，就是般若法；随顺自性修行，就是般若行。不如是修行，就是凡夫。若能一念如法修行，自身当下就与诸佛平等无异。善知识们，凡夫原本就是佛，烦恼本来就是菩提。前念迷失自性，即是凡夫；后念悟得自性，即是佛。前念执着沉静，即是烦恼起；后念离境，一切不执着，即是菩提现前。善知识们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究竟圆满，离生灭到彼岸的大智慧，是最尊贵、最高尚、最第一的佛法。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皆从此般若法中出现，应当运用这大智慧，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转变贪嗔痴三毒烦恼为戒定慧三无漏学。